老爷，小侯爷到了江南以后，酒后奸杀了钟家的长女钟景，事后想要放火毁尸灭迹，没想到，失手把钟家满门都烧死了。爹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求求我！只是喝醉了，一时糊涂啊！怎么全家怕都要受此牵连？老爷，你就饶了小侯爷吧。侯爷，如今瞒是瞒不过去了，不如替小侯爷找一个替罪羊。查明钟家情况，以便见机行事。是。父亲，我在靖南隐姓埋名，做了10年水匪，终于又能正大光明的来这里祭拜您。我回来了，可偌大一个地家，只有我站在这里。那葬身靖南山下的8万将士，10年来，他们因为莫须有的罪名，孤魂至今，难回故土。当年父亲以死明志，依旧换不回一个公道。如今让我们蒙受不白之冤的人，却坦然坐在皇位上，安享万人俯首，坐拥万里江山。父亲，我定会还帝家一个清白。定会让韩家亲口在全天下人面前认错，让8万将士有安魂之地。女儿心如磐石，不会为任何人动摇。安洛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听闻选妃宴那日是靖安侯的忌日，我心中颇为感慨。靖安侯可是民间的传奇，我虽未见证过他生前的风采，但今日在此祭拜，也能聊表钦佩之情。传奇？是啊，帝家军骁勇善战，却在一夜之间倾覆。靖安侯作为统帅，没想到最终自尽身亡。还惨遭全族灭门，对这其中的缘由，民间众说纷纭。我对这样的传奇最感兴趣了。英雄被迫以死明志，8万帝家将士埋骨黄沙，何其悲凉，何其惨烈！在后世却只得“传奇”2字寥寥概括，沦为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安宁，我对这其中的隐情好像了解的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既然你们都记得靖安侯，那他就没有真正的死去。不打扰你缅怀旧人了，我先走了，改日一起喝酒。母亲，你没有看到，那天晚上
太子有多怜惜我，即便是太后发怒，他也要挡在我身前维护我。既然现在有太子殿下的保护，那你大可不必像以前一样谨小慎微，也是时候到靖安侯府走一趟了。我不去。虽然说我在选妃宴上得到了殿下的眷顾，却也成为了不少人的眼中钉。若此时去靖安侯府祭拜，那岂不是授人以柄？但是你可别忘了，让太子殿下怜惜的是你弟子元的身份。可是让太后和陛下所忌讳的，也是我弟子元的身份。若我现在去靖安侯府祭拜，一定会惹怒他们的。母亲，你没有看到昨晚太后的眼神有多可怕？若不是殿下挡在我面前，她怕是要当场杀了我。可殿下还说会在侯府等着你，你若不去的话，怕是会露出破绽。我不去。在太子眼中，我不过是为了自保，他会对我更为愧疚怜惜。既然不去利大于弊，我为什么要去？我只是担心殿下会起疑。母亲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着想，但是你没有看到昨晚太子殿下挡在我身前的眼神有多坚定。我相信他是不会放弃我的。太子哥哥，靖安侯府破败萧条多年，终归不是我一时便能清扫干净的。子元没有和哥哥一起来吗？他应该是因为生病未愈，所以才无法前来吧。哥哥何必自欺欺人？你我都知道，他是明哲保身，为了坐稳太子妃之位才不来。安宁，你不要怪他。皇祖母之前如此对他，他不来也是人之常情。我没有怪他，我是怨恨我自己，更替靖安侯和整个帝家军感到悲凉。这样以为顶天立地的英雄，甚至得不到自己亲生女儿的一壶清酒祭拜。靖安侯和帝家军一样，都曾为我大靖浴血奋战，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。不过10年前的旧事，终归是因为帝家谋逆。安宁，你当年何其年幼，又何其无辜，这份愧疚，不应该由你来承担。我一点都不无辜，最无辜的是子元。若是没有10年前的那场悲剧，子元也不会变成今日的承恩，来见自己生父一面都不敢，都不能。哥哥，是韩家
一手毁了紫渊。10年的代山囚禁，如今在他身上，竟不见半分的当年模样。我也很想念昔年的紫渊。是啊，我也很想念当年的紫渊。不过紫渊没来，我方才碰到了另一个人。骆明熙也来了。是安乐。你可知我看到安乐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若是当年紫渊没有被送上岱山，他如今会不会也活得这般恣意坦荡，潇洒行走于天地间？任安乐。击败回来，思绪可有平静些？帝家现在如此的落魄，能够为帝家平反的只剩我一人，这样我更要心无杂念，才能够复仇成功。你说的杂念，是指寒夜吧？是。我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，说昨晚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酒后胡言。寒夜，我确实是为他动心了。可是我心里也很清楚，比起儿女情长，更加重要的是帝家的8万孤魂。所以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沉溺下去了。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，我要做回我自己。紫渊，在我面前，你永远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。在扮演任安乐的这些年，只有在你面前，我才最轻松、最自在。我去祭拜的时候，安宁也来了。安宁，你没露出破绽吧？安宁从前最是单纯率真，可是久别重逢，不知是怎么了，总感觉她好像有些敏感。此事我会去查，不过仅凭祭拜，他也难以联想到你的身份。还有一事，钟家灭门案和古云年有关。这阵子古云年表面低调，但暗地里却在搜寻一个叫做钟海的人。钟海，是他？没错，他就是我们一直找寻的帝家军幸存者。千月阁已经查明，他此前流落江南，又因水患走投无路，是钟家收留了他。他对钟家忠心耿耿，更可能是钟家灭门案唯一的证人。古云年想必正是因此要杀人灭口。钟海会成为我们扳倒古云年的关键。那我们一定要赶在古云年之前找到他。但若是他仍在江南，怕我们赶不及。眼下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太子殿下请。殿下，脸色不错，
看起来身子都恢复了。小小风寒，有劳殿下挂念了。今早起来便无碍了。你在练字？我闲来无事的时候，写了些诗词，殿下见笑了。他的字还和小时候一样。还记得你以前为侯府题字，闹出了风波，为此我还被陛下训斥过，你可还记得？那时我只有8岁，许多事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殿下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跟承恩多待一会儿吗？你病体初愈，要好好歇息。殿下，殿下啊！你没事吧？你看我写的，你帮我拿着。子源，来，快让我看看。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了？殿下。我没事，想起来我还有些公事要处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殿下是不是心依任大人？若殿下觉得有负于任大人，将来可以迎他入太子府。你想多了。任安乐乃当朝重臣，国之柱石，我不会将他引入太子府。殿下，你可相信，10年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脾性，甚至连身上的伤疤都荡然无存。属下只知道，世事无常，人心莫测。你立刻派人去调查，岱山上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。殿下已经走远了。母亲，我刚才是不是露出什么破绽了？殿
下的眼神，刚才分明有意。是不是我不记得以前的事情，让他起疑了？谁能对10年前的事情记忆分毫不差呢？殿下会体谅你的。寒夜，能回来守约的人，只有我。靖安侯戎马一生，可短短10年，却已无人记得。我怕我离开西北太久了，也会和他们一样，渐渐的遗忘。可是英雄，即便是死了，他们还是英雄。属下会跟将军一样，永远记住他们。只要我们不忘记，他们便不算真正的死去。你竟和安乐说了一样的话，你相信帝家没有叛国？他们是清白的吗？帝家若非忠义之士，又怎会让将军10年都念念不忘呢？狼狈，这10年，我的心就像压了一块巨石一样，没有人可以倾诉。没想到，你竟能理解我。将军的心事，随时可以跟我说。您先去歇息一会儿吧，整理文书的事情，就交给属下来做。早上才见过，现在又把我叫过来，你还越发记挂我了。找你过来，是有重要的事。我知道帝承恩的事，可是目前传来什么消息？帝承恩在寒夜面前露出了破绽。你还记得当年你在归恩阁题字时发生了何事？我7岁那年在归元阁题字，不小心从书房上面摔了下来，当时在肩膀处受了不轻的伤，虽是请了宫中最好的御医，但还是留下1道半寸的疤。韩仲远狠狠地训斥了韩烨，为此韩烨还在侯府照顾了我整整10天。如此说来，应该是韩烨发现了帝承恩身上没有这道疤。10年都过去了，再深的疤也会变淡，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太记得，没想到他还记得很清楚。就算他记得也无妨，你既已决定和他保持距离，只要不过分靠近，他断不会发现。不错，帝承恩那边也无需刻意弥补，现在让他多1道疤，也不过是此地无银300两，引人注目罢了。殿下若想对弈，换我便是，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啊？眼下这黑白子势同水火，很难分出哪一方更有优势啊。殿下是希望黑子赢，还是白子赢啊？观其不语。殿下，您是在想安乐姐和帝小姐，对吧？说正事。殿下，你可还记得太子妃宴会上那个迟迟未到的钟景吗？前几日钟家起火，钟氏上下10几口人尽数葬身于火海。怎会如此？世事难料，听闻是一名叫做钟海的家仆纵的火。近日抓捕钟海的告示都快马加鞭一层层发到县里去了。江南多雨，如今正值寒冬，这火起的诡异，或许另有隐情。是什么人一口咬定是他？帝承恩的破绽，便由我们尽力帮他掩护。他为我受了10年囚禁的苦，
又生生吞下了被太后为难的屈辱。他想要的富贵，我应当帮他争取到才是。旁人做的决定，何须你来负责？他也不过是一个身世孤苦的可怜人，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复仇计划就牺牲掉别人的一生。眼下最要紧的便是要找到钟海，否则帝承恩一旦暴露，我们之前的一切准备就付诸东流了。你放心，你这一步棋，应该很快就可以奏效了。你可知，我看到安乐的时候在想什么？若是当年紫渊没有被送上岱山，他如今会不会也活得这般恣意坦荡，潇洒行走于天地间？骆大人，钟海之事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太子殿下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喝杯茶吧。这暖炉显然不是为我而备的。太子殿下前呼后拥，何须臣为你准备这些？你与任安乐都知晓钟海之事，私下商量，为何不告知我？太子殿下贵人事多，我与任大人身为臣子，当然要为殿下分忧啊。可既是讨论公务，为何不在大理寺，就来凌香楼见面？我查的此事与钟义侯有关，钟家的幸存者钟义侯也在追捕，我倒要问问太子殿下，你如此咄咄逼人，到底是为了钟家的事儿，还是为了任安乐与我私下见面之事？罗明熙，我今日去见了帝承恩，看见了他写的字，和8岁时的笔锋极为相似。他的字张扬锋利，字如其人，想必殿下应该比我更熟悉。可是，过了10年，早已成人的紫渊为何还会是幼时比例，毫无奸诈？我想是因为这10年岱山孤苦，他也无心练字吧。他的字与昔年无异，为何脾性却完全不一样？甚至殿下，臣要提醒您，无论您在怀疑什么，凡俗之情离皇家总是最远。你该时刻记得，到底该守护谁，该放下谁。如果10年改变的不只是脾性，而是那个人，如果我许诺错了人，又该如何？就算你许错了人，已经做出的决定便是覆水难收。哪怕你后悔了，但你身为太子，就该履行自己的诺言。时不待我，必须让安宁尽快说出当年的真相。
小姐，我发现钟海的行踪了。哦，他竟比我想象中来的还要快。不过他藏匿功夫了得，我没跟住，把我给甩开了。说来，小姐，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钟海会来京城啊？你明明让骆大人往各乡县张贴了抓捕榜文，我本以为他会吓得躲在山窝窝里呢。这个钟海既是义士又是忠仆，他胸有不平，绝对不会忍气吞声，苟活于世。先前的榜文有通缉而无悬赏，公开贴出去，一来是要提醒他已被盯上要谨慎行事，二来故意画作他的画像，写作他的口音，反而令他更好藏匿，三来就是榜文是大理寺联署，如今大理寺清正之名遍天下，我想他自会明白，来京城才是他真正的出路。原来如此，可京城也很大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他一路颠沛流离，此时必然会混在最落魄的街巷中隐蔽行踪。接下来院叔你一定要多加留意。是。什么？钟海入京了，你们却还没有抓到他？家里养的府兵真是一群废物，都是因为你。是你将全家推入了火坑，还有脸在这儿怨天怨地呢？侯爷，钟海此次来京城，怕是冲着鸣冤来的。若是这事儿闹大了，大理寺和刑部正等着我往坑里跳呢。都给我出动，务必找出钟海。是。一天抓不到钟海，便有可能东窗事发。过了年，你给我离开这个家！哎，爹，这钟海若是真像你们所说的前来鸣冤，那我失去了谷家的庇护，岂不会被当成要犯通缉？我不能将全家的性命系在你的身上，此事由不得你。哎呀，爹！哎呦！母亲。我在。我要沐浴了，你去帮我准备热水吧。好。水已经备好了。你冬天身体弱，我在水中加了些艾草，可以避免寒气入体。母亲，这些年你对我的关照，都是真心的吗？我一直陪在你的身边，对你的心意是真是假，你心里自有定论。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好了，水要凉了。据说我生病了，不是还有你照顾我吗？但这选妃宴一旦踏了进去，便是凶多吉少。
病成这样，还是不要去了。母亲，你会一直站在我身后的，对吗？是我可笑，居然想驯服一条对别人摇尾的狗。看看自己打的椅子。上好别人是水粉了。不皮，来看看不皮啊！殿下可要接吻喽！这下我看你怎么接！掌柜的，对不住了。殿下，这本书我要了。任大人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本书已经被人预定了。是谁啊？眼光这么好，这本书我都寻了好久。这本书你也寻了很久。以前紫园练剑总比不过我，他听闻只要得到这本书，便能所向披靡，于是日日吵着靖安侯给他寻来。我为了讨他开心，这本剑谱我寻了10年。所以是殿下定下了这本书，要赠与帝小姐。后来经人证实，这本剑谱里不过是一些华而不实的招数。10年过去了，江湖传闻早已面目全非，而紫园也变得不再那么喜欢细节。我买下此书，不过是为了给自己添一份念想。殿下10年惦念，能够寻得弟子缘，安乐也为殿下高兴。所以，你可是又要与我争抢这本书？这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，让你横刀夺爱。殿下不必手下留情，我是臣子，你是君，哪有臣子与君相争的道理？你若喜欢，我便将它送给你，全当是你陪我下江南的赠礼。臣陪殿下下江南，乃是我身为大理寺卿的职责所在，殿下不必内心有所亏欠。但既是殿下所赠之物，我不得不收。殿下这样一直跟着我，可是因为舍不得。殿下既然都已经许下诺言，就不该反悔才是。那是自然。既然殿下送了我一本书，那我也应该回赠一本，以表心意。哎，小姐，买一本吗？就这本吧。喏。好。望殿下跟帝承恩如书中所说，可以姻缘美满，白头偕老。任安乐，你真的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
安乐不是什么故人，也不是别人。我很早就跟殿下说过，我只是天上地下只得一个的人安乐。我知道，许是因为我的故人如今太过陌生，所以才会常常生出错觉。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我已经决定以后在殿下面前不再做这个庸人，而且太子妃之位我已经不在乎了，望殿下可以不要怀悼过去。相爷，进。相爷，帝小姐在门前放了一把红伞。哦，这浇灌多年的花儿，终于要盛开了。希望这帝家的后人没有让我失望。